好，欢迎来到高跟鞋马姬的频道。今天要特别邀请了一下我们的瑜伽老师谚临现场来跟我们讲一下。今天我有一个非常重要，其实敲老师的档期敲非常的久，因为呢，瑜伽是我很多 N 年前有在运动的一个项目之一。但由于就是现代人的借口，就工作，然后累的就忘了，对。然后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老师来特别分享一下，即便我在办公，应该没有 excuse 吧，对不对？我办公上的瑜伽应该怎么做？对，无时无刻其实都可以做瑜伽，没有错。然后比如切菜的时候也可以。难道我就不用穿得很瑜伽服？不用。所以我服装这样可以吗？OK， 也可以做瑜伽，因为你就是受限于你的环境嘛，所以你在办公室，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做个办公室瑜伽。对，我刚有听到老师说，连煮饭都可以瑜伽，所以我已经买了伏笔，下一次煮饭的时候要来拉筋之类的，对不对？好的，那因为我今天有一个非常私心叫录这一集，是因为我刚好最近时事新闻2周前，我就是突然间工作，然后其实那一阵其实工作忙碌应该是每天都是叫正常化的，对不对？然后我那一天就是突然间去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今天有点累，但我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就一如往常的结束了工作，回到家，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就觉得特别累，也没有怎么样。然后大概忙到9点10点，突然间我发现我的背整个拱住不能动，更夸张的是我的肩膀也不能动。隔天是早上9点10点，对，对，在这之前我就是觉得比较疲劳，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这好像疲劳你都可以解释说OK最近忙，那其实好像没有松下来的那一天。然后我就整个肩膀不能动，而且已经其实我现在回想，我的手有点麻麻的，已经开始手麻。对，然后我的肩膀就是我那天上班就是这样拱着，然后我看着，你这样还去上班，没办法，你看就是很可怜，就是自己给自己压迫成这样，然后我已经这样子，然后跟人家讲话，然后我的工作是上课，我就这样跟同学上课，我拱不起来，然后就这样撑了2天，然后当然我去看了医生嘛，去寻求了正确的求医，可是我后来就是觉得说不行，这种颈肩你不能是真的痛了你再来处理，一定要真的平常要做。平常其实就可以注意跟保养。是，那我觉得手麻这件事情呢，因为已经你应该是已经压力太大，然后已经太紧绷，所以紧绷如果是办公桌的话，你紧绷会从你的颈椎开始，它真的是这样。那你的颈椎呢就会连接到你的手部的神经，所以只要手部有问题的话，大部分都是颈椎的神经已经不行了。对，老师，那个颈肩酸痛啊，这样子常常颈肩这部分，我们就会手麻耶。对啊，如果到手麻的话，其实就是它的源头就是在你的颈部了。对，因为颈部有很多的神经通过，所以呢，主要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肩颈的运动。是，那会让你的肩颈开始紧绷，也是代表说你压力已经很大了。对，已经压力紧绷，这个交感神经已经很旺盛，所以你就需要启动一个副交感神经的机制，也就是放松。对，所以但是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工作，其实你打电脑，无形中你已经这样子了，然后你可能顶多所以我们常常就要练一下，你就会对，你就会拱肩了。所以你就要告诉你自己，肩膀放下来。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自己告诉他，每次都要常常检查一下你的肩膀，然后自然它就会放下来。有时候冬天很冷的时候，我们也不自觉就会缩紧你的肩膀。那其实你放松的时候，反而会让你比较舒服。那缩紧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要形成一个保护的机制，因为太冷了，如果是天气的话。但是压力这一件事情，是因为压力累积，所以我们内在形成外在就这样。就你有一个打带跑的机制，对，然后我随时都是
high alert。对对，我甚至有时候告诉自己说，哎，我不错，我今天还会记得伸展，不然没有用。因为你伸展完之后没多久，第一动作我可能做错，那第二我可能回去就继续讲，又在忙，然后就觉得哦，怎么可以永远都这样子然后我可能回去，然后背个行李包包，我又这样子，然后整天就抬头挺胸就这样，我其实姿势一直都不行，所以我寻求很多很多的自然疗法，包含整体治疗啊，甚至严重到我曾经有在医院打过急诊室待过1晚，打那个肌肉松弛剂，因为我在很多年前有一次压力也很大，我突然间睡醒，我脖子不能动，也是3天，然后我就完全就是个机器人，我无法形容那个悲惨的世界。然后我最近就是2个礼拜前，那更夸张，是我整个脖子、颈肩，然后到我的 whole back， 完全就像是个乌龟人，你知道吗？所以现代人其实应该大部分都有，只要上班族压力很大，都会有这一方面的需求。没错。所以我觉得最容易、最简单的就是第一个，你提醒自己，永远都提醒你自己，你肩膀要往下放下来，然后常常突袭检查你肩膀，如果它耸起来，你就开始因为被吐血，所以它就放下来。然后放下来，你叫它放松，它还可以更放松。所以只要想就可以了。OK， 这是最简单的第一件事情，想就可以了。那怎么样真正的做一些舒展，让你的颈部、肩膀这里做一些放松呢？有一些很基础的，搭配你的呼吸。是老师教我们几招，好不好？对啊，就是再也不会当乌龟人。我觉得我们要感谢马基和是。有这样子的生活经验，然后分享给大家。因为其实可能症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严重，但我相信10个人有8个肯定，我每天都滑手机啊，有时候我们都会看一下订阅率够不够，你知道吗？订阅率不够就会这样，所以一定要来找专业的老师来增加订阅率，然后就OK 放松这样，放松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抓着老师恳求几招，然后让自己更好一点。放松最需要就是跟我们的呼吸在一起，所以呼吸慢下来，你自然就放松了。那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我紧张的时候讲话很快？对不对？然后其实你的呼吸就短促，对，就比较短。好，我现在先学一下老师，然后讲话慢一点，这样有效吗？对吧？先改变一下，就变慢，好不好？就是变慢，我们从呼吸开始，不是从讲话，它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还有你的动作也都变慢的。好的，好，那我们来开始呼吸一下。太好了，也许就是你的肩膀，因为主要就着重在你的肩膀、你的手部，因为手部麻嘛，然后你要搭配你的呼吸，所以我跟你做好，斜斜的面对，好。然后我们把手伸出来，这样。然后吸气的时候，我们要很慢的吸，然后吸长吐长，这样就可以帮助你慢下来。而且你手会往外打开以后呢，整个手臂、你的肩膀、肩胛骨你都会运动到。到最后呢，最后的那一个，你已经吸到饱的那个气呢，我们还要再hold一下，但是不是开始吐气，就往后推，把你手翻掌，然后往后推。所以你整个胸口也打开了。我刚刚听到，我刚刚只是想说 practice 一下，我这样拉开，我就这样开，真的吗？我自己先开，不用找泰式按摩老师，是这样，就这样而已。对。然后我这边也会稍微胸口就会开放开了，对。然后因为胸口开，你的以后的体态其实就不会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就有一种圆背或者驼背的感觉。那其实也有帮助我上课的时候，我的气比较足，对，所以你讲话就会一口气可以讲很长的一段话。对啊，我每次上课，有时候再加上戴口罩，我就觉得我好需要人工呼吸，对，然后我都会因为 social distance 嘛，所以我必须可能远一点，然后放口罩或者是偷呼吸，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其实启荣现在知道，就是我的呼吸不够深，不够久，对，不够长。好，老师，那你来带着我们做一下。好，那我就数拍数，然后我们一起做。吸气往来1、2、
2、3、4、5、6，班长推，吐气，1、2、3、4、5、6、7、8，吸，1、2、3、4、5、6，班长推，吐，1、2、3、4、5、6、7、8，吸，1、2、3、4、5、6，班长推，吐，1、2、3、4、5、6、7、8。那我们回来的时候可以手肘弯，然后让这样回来是比较舒服的回复的方式。OK， 好，你觉得怎么样？我自己做完之后，我第一下在 practice 的时候就在咔咔咔，对不对？然后后来老师带着我做3个节奏之后，我发现我第2个的时候就觉得有点脑胀，喘不上去。然后后来我就提醒我呼吸，然后做完之后发现好像可以吸比较多氧气。对，就一开始吸气的时候，你会真的是换气需要多一点。然后我现在讲话，我可以再多一点。这蛮简单的，是很简单啊，所以从很简单又搭配你的呼吸，对，是最好的练习，就也很容易。对，那这个如果做的话，其实可以，如果你时间够的话，就不要只有做3次，就是一轮你可以做个7次，最少7次。然后为什么是7啊？因为有7次呢，就是足够让你的时间去放松，对，你的呼吸变慢，然后在一个规律里面，然后呢，7次呢，你到后来，也许第5次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到你的肌肉已经好像有点酸了，但是微微的酸是很舒服，它会启动你的肌肉，然后筋你的肌肉，尤其是你的肩胛骨、你的背，这些肌肉启动的时候呢，以后比较不容易酸。Yes。那你酸痛再加上累积压力的时候，它就会往下走到你的腰。OK， 连带的嘛，对，所以太好了。呼吸是第2个 priority， 第1个就是要用你的心念去想，让你的肩膀放松。第2个回到你的呼吸，变长变慢。那如果呼吸搭配你的动作可以提醒你呼吸要长。就像你说的这样子，还不能吐气。对，我第一次有一点偷偷喘一下，然后我再弄，然后第2次我就是专心在你的节奏跟你的声音，你就发现有进步。就3次以内我就有这么多的变化。那你有觉得手开始有点热起来，然后脊椎身体有。我最后一下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这边小汗珠，就会开始好像有点 hit up， 就像那个。对，很快循环就会变好。对，所以其实我们做瑜伽是不是会做到一个程度，身体就会比较不怕冷？对，太好了，好需要哦。就是要让你的气血可以通，然后很顺畅的时候呢，身体比较不会怕冷，太好了，自然就有一个启动循环。只要循环很好，就不需要穿太多衣服，还可以穿得美美的。没错，是需要的。好，所以办公室瑜伽这个很重要。对，就是肩颈、上背。那我们有没有再多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是久站久坐，那我可不可以在做办公的时候，同时有一些放松，或者是提醒我可能不要坐太久啊，或者是我坐久了最担心屁股变大。站久了脚就会酸，然后反而形成静脉曲张啊、水肿啊，然后回家平躺的时候根本就是已经无法翻身的那种程度。所以做的时候坐太久的确是腰会酸，所以现在也是很发达，有设计一些辅助腰的，让你挺直。因为脊椎如果挺直的话，它的受力是会比较少的，而且是比较平均，就不会只有单方面的腰椎在受力。那这种外力的辅助，器材也很好。那如果是我们需要真的伸展你的腰的话，那也可以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做一些扭转。比如说，现在我们做扭转的话，可以
脚其实很自然的跟你的髋一样宽。然后呢，因为要让你的背是挺直的，腰椎也是挺直的，腰部的这些肌肉可以激动的话，因为你挺直用到核心的力气，腰因为挺直也会有一点点酸酸的那种运动感的。OK， 所以先挺直以后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左大腿的外侧，左手就去抓你的椅背，然后就让你的身体开始做一个扭转。那扭转怎么样？要搭配你的呼吸，对。所以吐气记得是扭转，吸气把你的脊椎拉长，吐气再扭转，然后你就停在这个动作，做2、3个呼吸之后再恢复。对，恢复的时候我们吸气准备回来，头看正前方。OK， 那就很正常的回来。那瑜伽就是讲求平衡，所以左右两边都要做。那我们再做一次。所以吸气，脊椎有一种拉长的感觉，但你的坐骨一定要往下坐，然后用你核心有一种拉长 ，OK， 腰椎。然后吐气的时候扭转，扭转你可以头也可以扭转，然后其实这里也可以运动到你的颈部。你看，用你的眼睛看你的右肩膀。OK， 右肩膀。然后如果可以呢，你停在这里之后，你就开始扫描你的全身，可不可以用最少的力气停留在这个体式，让自己是处于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但是又在扭转。好，然后我们再一个吸气，准备慢慢回来，很自然的回来，这样扭转。很好我觉得全世界慢下来了。你知道我原本的世界就是快，这个也要快，对。但是我觉得我真的热爱瑜伽，但是真的有时候都忘记它。让我重启的时候，就会记得这件事情的美好。像我刚刚这样转，我忘记我在工作了。就你这样子之后，你就发现，我的前胸开了，其实你的心也不急了。对。然后你再这样的话，我也不插嘴了对，我就是静静的听你说，然后我开始会观察我自己的身体状态，对，扫描一下你的全身，对，然后觉察你的呼吸了。突然觉得对不起我的身体因为我都忘记。没关系，我们就感谢一下它就好，就是还要撑住，不要这样就倒了，对，很重要。这些都是我们在工作场域上可以做的事。是。那我想要真的最后一个了，因为一直有一个又一个，对，就是我的工作是要常常站着。那有没有比如我在讲话，我必须要走动？然后我有没有是站着的姿势？就比如说我是站姿，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比如说我久站或者是我走动，可以用瑜伽来顺道帮我做一下缓解。所以我刚刚说，就是像有时候我的工作需要站着。然后我想说，我在站着说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动作可以让我提醒我体态不要这样？你有时候我讲，可能早八上这样说，但我到晚上我会这样，然后我可能很容易轻易的就开始，一点点东西扭伤。有没有什么姿势可以提醒我？我的体态要好一点，站好的演讲是吗？我觉得你可以。从你的也是一样，从你的呼吸开始，就是你只要有专注在你的呼吸的时候，你就会专注到你的身体的部位。然后，所以呢，你是看看，如果把你的肚子是往内收，然后往上拉长的时候，然后这一口气呢吸到你的眉心。好，那你现在这种感觉是不是很挺直？对。那很挺直，那因为我们不要有僵硬的感觉，不要有压力感觉，所以你的肩膀其实是要放松的。那你要维持在这个挺直的状态，你就是也是用想的，一直想着我有一口气吸到我的眉心。好，所以那这样你就会可以很自如的做你的演讲，你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想着有一口气是只要一吸气都是吸到你的眉心，所以你走到哪里都很自如，然后你的体态又是很直挺的。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一直边讲话、稿又可以提醒我专心呼吸这件事情？
也许手的动作呢 ？OK， 如果你放在背后，你的放在跟你的腹部的相对位置，然后呢，你顶住它，你顶住它的时候，你要顶往前，你就会记得说，哎，你的腹部吸气的时候往后，对，往后再往上拉长。哎，其实这样呼吸是会把你拉起来。是对，所以我们都要这样子。好。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胸口啊，你也可以换手，所以换手的时候，你的胸口就会打开，分边打开，就是你有意识了。OK， 所以你就常常就变成习惯。好，从明天开始，对，上课你试看看。好，所以这种，肚子吸气的时候，肚子往内一点，再继续往上，那你的手可以放在后面，顺便打开你的胸口，然后换手，然后每一次你走动的时候，记得把你的气吸到你的眉心。好，这样其实就是一个很生活应用的方式。太棒了，太好了。那谢谢老师这样分享你的瑜伽，那我也要分享我的专业，就是我们要带着我们的芳香疗法的精油。我们今天有提到颈肩酸痛跟背部以及体态，对，办公瑜伽这些，我们来一起调个油。好啊。然后呢，在要做瑜伽伸展之前，我们可以运用这个芳疗的复方精油，然后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好吗？好啊。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喽。